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先歡迎來賓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前海軍艦長呂禮士艦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我們會節目持續的來關心中日的戰機，這一回真的是擦槍走火了。現在說距離戰爭只剩下最後的一步了。日本跟監遼寧艦現在被爆出是裝無辜嗎？解放軍則是不忍了，開始有了大動作。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解讀。三個火線話題，今天會請來賓來幫我們特別做解讀的。中日這一回的戰機死亡凝視時間高達了31分鐘，大陸火控雷達這一回鎖定的日本。F-15，這一次可以說是距離開戰只差最後一根扳機了嗎？第二件事情來關心的是，大陸的遼寧艦百次的起降，宮古海峽的空域也被逼到了極限。日本現在說了，中國大陸你在挑釁，日本則是回說，是日本你跟監滋擾，到底這一場這個事件誰在找戰呢？最後面來關心到的是高市早苗挑明的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之後，說了這份言論遭到了言論跟軍事上面的雙重擊殺。但是本來以為美國會馳援的川普至今卻是沉默不挺日本。今天我們來關心的是，盟友是瞬間消失了嗎？來自於美國的幫忙，日本會不會被迫獨自要面對中國大陸？今天都會一次的就這些議題來做解讀。我們來趕快關心剛剛特別提到的中日離開戰真的只差最後的一小步了嗎？最新消息趕快來看到是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突然間在這一天是7號的凌晨召開了緊急記者會。小泉進次郎是這樣說的，公布了一場在沖繩東南方的上空發生的這一場危機，罕見的主動公開，他說是在沖繩外海上空，而且是瀕臨戰爭的一個事件。趕快來回顧當時發生這件事情的整個狀況，是在12月6號的16點32分到35分之間，遼寧艦起飛的這個殲15對執行緊急升空任務的日本 F-15進行了這個是火控雷達的照射，緊接着非常的緊張哦，18點37分到19點08分這30分鐘，又對另外一架的日本 F-15也遭到了火控雷達持續的來做鎖定。大家在關心說火控雷達到底是什麼？等一下我們也會請專家來做解讀。簡單的來說，就是戰機已經瞄準準備開火的一個重要信號了。就像我們比喻這個電影《捍衛戰士》裡面這個警報狂響的那一刻，你就會知道你已經在對方的槍口下了。這一次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長達31分鐘持續鎖定，被外界形容是這個叫做死亡凝視。另外一方面是遼寧艦的戰機加直升機在6號到7號2天內起降了破100次，專家是這樣形容的。中國大陸解放軍只差最後一步就會爆發戰爭了，已經不忍了，真的是這樣嗎？節目一開始要請呂艦長來帶我們看中日這一次的爭議，距離開戰真的只剩最後一步了嗎？中國選在這個時間地點亮出了火控雷達，是這張底牌嗎？艦長怎麼看？究竟什麼是火控雷達？它其實就是射控雷達。那它的英文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 所以你要翻譯成射控是 OK 的，你要翻譯成火控，其實更貼近美國原來就是英文的用法哦。那其實我們在發射飛彈之前呢，都要先建立瞄準線。所謂的瞄準線就是 line of sight， 那其實也就是射控雷達的照明。照明之後就鎖定，然後接下來發射飛彈才會建立另外一個，也就是射線的部分啊，也就是line of fire 的部分。那這兩個部分呢，也就是剛剛講的，為什麼大家會認為開啟射控雷達是死亡凝視，也就是我已經在完成瞄準的動作了。那現在大家在討論這件事情啊，不過我們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其實一般來講。無論是海軍或空軍都不會任意的開啟射控雷達。為什麼？因為其實現在所有的無論是載空機或者是水面的艦艇，它都有非常多的
這一個有關於無線電的接收裝置，你只要一發射一鎖定的時候，其實你的電磁參數也就暴露了。那如果說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這個位置啊，如果按照這個小泉他宣布的這個，也就是防衛大臣他在開記者會的時間的話，應該是在這個轉向往東北的方向。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它這個遼寧艦，它穿越宮古海峽往東南，這個都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同的，也就是它這一次，它在這個冲大東島這一個以西的位置，它就已經北轉，向東北轉。那向東北轉的話，其實更接近冲繩。这個是對於日本來講，他覺得他有一定的一個威脅，所以他就立刻起飛戰機來。那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說，有關於這一個射控雷達的部分啊，它一共我們講到，剛剛主持人也直接告訴我們了，開啟了時間。那但是呢，我們這樣講，其實2013年1月的時候，其實這件事情也就發生過，不過那個時候是艦艇發射的。那這一次呢，是戰機發射的。那戰機為什麼發射那個這一個射控雷達的訊號？其實我們來看一看哦，美國或者是日本在遇到解放軍的各型艦艇，包含航母艦打擊群的時候，他們是怎麼樣一個應對？我們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時候，他們是如此應對，也就是他們認為說，這沒什麼，而且他為什麼穿越這整個的一個打擊群的一個平位，然後進到這麼近的距離，大概就是不到3000碼的距離啊。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美軍其實它是一個比較挑釁的作為。那我們在之前呢，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個是南昌艦，它得到了10代楷模。那它為什麼得到10代楷模？其實跟這一次的感覺其實可能很像啊。也就是說呢，來了2架的外國的戰機，然後不斷的逼近，那也就是他們開啟了艦上的系統。那這是我們講到說上一次10代楷模的事情。那這一次呢，對不起，是航空母艦打擊群。那當然，航空母艦打擊群它不是當場起飛，它是原來就有載空機的，也就是我們講到的 CAP， 也就是雷達的這一種巡弋的在空巡弋機。那我就直接的派這個1批2架次直接去攔截，而且我們其實要特別注意一點，它其實在視距外就已經被鎖定了。意思是什麼？中國大陸其實是非常的對於這件事情，他已經非常的有他的警覺心，而且他絕對不讓類似我們刚剛看的那個伯克級驅逐艦，他的艦長翹個腿，然後在那邊然後做這個如此的事情啊。那這也就是我們講到說，這一次的事件其實代表它真正的含義，也就是中國大陸的這個編隊，它應處已經不像過去了，然後會比以往來得更為強硬。好，中國大陸已經蓄勢待發。那針對這一場戰事，有人說是不是一觸即發？現在雙方中日雙方則是互控，是你先挑釁的。我們來看到大陸方面說什麼，還有日本方面又說什麼。先來看到日本的小泉進次郎是立刻痛批說，中國大陸的動作是極度危險的。那首相高市早苗也強調說，我們冷靜，但是會堅定的來應對。外務省也直接就召見了中國大陸的大使來強烈的抗議。中方的國防部長張曉剛則是強烈的反擊，他說：“我們遼寧艦在這個宮古海峽以東訓練是符合國際法的，日本你才是惡意跟監。”然後也指控日方多次的派他們的 F-15來闖入演訓區，痛罵日本是賊喊抓賊，倒打一把。這個遼寧艦百次的起降，中國大陸跟日本現在互相在痛批對方，到底是誰在挑釁？委員怎麼解讀？不能那麼單純的從挑釁或者反挑釁的角度來看。雙方面在這個區域在幹什麼？為什麼解放軍的艦隊要在這個位置進行演練？那個是最標準的宮古海峽封鎖戰跟宮古海峽反封鎖戰。這個宮古海峽，如果先從日本要封鎖宮古海峽這種意圖，以及它的部署，
那中國大陸如何去突破這個宮古海峽的封鎖戰？我們來看一下哈，宮古海峽怎麼被日本封鎖？宮古海峽的位置大概就是在應該在這裡，這是宮古海峽的位置在這裡，然後以日本可能部署的提豐導彈，假設在沒有導彈基地的4國部署提豐導彈，它的攻擊範圍，這最內圈的是標6的攻擊範圍，最外圈呢是戰斧導彈的攻擊範圍。因為這種提豐導彈啊，是這個提豐系統是用標6再加上戰斧導彈，所以戰斧假設它打1600公里，涵蓋的範圍就是涵蓋整個宮古海峽，所以解放軍特別在這個位置裡面做演練，就在這個位置做演練，所以表示解放軍要突破宮古海峽，然後這個如果必要的時候，日本軍隊配合美軍要封鎖宮古海峽，所以解放軍演練地點當然選在這裡啊。通常演練地點選擇在哪裡？除了有一些基本技術的演練要求之外，事實上選擇戰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點。所以目前如果從日本本島裝設提豐導彈，大概就是最大的攻擊範圍在這裡，然後這個內部標落在這，還有一個叫什麼？叫做這個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 就是精準打擊導彈啊，它的範圍大概就在這裡，通通對宮古海峽有封鎖的作用。那假設他們以後不只是在日本本島裝提豐，也在什麼也在石垣島跟那個與那國島去裝設什麼？去裝設他們自己生產的124的反艦導彈，或者是這個034的防空導彈。034大概打這個，那12打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宮古海峽在哪裡？就在這裡，在這裡。所以解放軍在這裡演習，也就是都是它的打擊範圍。那通常導彈的打擊範圍一般來講，日本現在這個導彈都還沒有完全裝置完成，所以它必須要把它的這個戰機的監視範圍擴大到大概導彈的攻擊範圍。那解放軍就當然要去模擬一個反封鎖的作戰嘛，你飛機來，我鎖定你；你導彈來，我攔截你，大概處於這種狀態當中。但是如果說中日緊張，我們可以說其實也早就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們先來看到遼寧號它在沖繩的外海訓練，剛剛提到了，其實我們從過去歷史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的跡象。在今年6月的時候，其實大陸甚至派出了它的遼寧艦跟這個山東艦雙航母在同一片海進行這個大規模的演練，那日本自衛隊也是一路跟監，但當時呢，雖然有這樣子的事件，但是雙方的關係畢竟沒有這麼緊繃，所以還算克制，這事件就這樣子過了。那這一次就是因為這個首相高市早苗他拒絕收回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所以爆發了這樣子的一個重大爭議。現在讓日本最心寒的是，原本呢，川普看起來他已經表態說會出面挺日本，但是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只有國務院的社群貼文一句話而已，而且沒有任何的聯合聲明，甚至是沒有強硬的表態。金融時報做了一個報道，他說呢，川普對於日本的承諾到底是不是跳票了呢？美國根本不想被日本拉下水嘛？楊老師怎麼解讀？沒有錯，我覺得這一次高市的發言事件到現在其實已經，我本來以為說開始會進入到一個僵局的狀態，但是呢，事件可能會再發展。因為你看到大陸這邊其實是個警告，這是警告你飛得太近，也警告你高市不撤回，同時也警告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中要求日本扮演第一島鏈的所謂這個安全角色。那日本呢？我覺得在擴大，在操作這個議題。2點鐘開記者會，我還沒有記得我們台灣哪個政治人物2點鐘開記者會，打起仗來了沒有？有沒有任何的損傷？沒有啊。防衛大臣2點鐘開記者會，那第二天高市也在加碼抗議，還找中國駐日本大使來表達抗議。那其實整個過程，我看到日本的這個內容啊，他都沒有講兩機的距離多遠，而你距離人家整個演習的這個船艦，它船艦3隻都顯現出來，距離多遠，他都沒有寫出來。而且我們都知道，自從高市發言之後，在這個區域啊，其實大陸有相當多的就是
這個船艦、水面艦，而且經常的在做演習。2天在遼寧艦可能都將近100次的這個起降。那日本當然你會警戒，我這個可以理解，但是你過於靠近，當然要受到警告。比方說，去年7月的時候，日本有一艘驅逐艦叫梁越號，它跑到浙江的門口，在那邊監視了中國大陸的演習，結果呢，跑進去領海裡面20分鐘，大陸這邊抗議啊，日本不理，所以到8月24號的時候，大陸一艘運酒的這個偵測機，偵察機就在日本九州外面的男女群島這邊旋外海上，然後進入到領空15分鐘，日本就把它做了。你看中國軍機侵略日本領土，那1個禮拜之後呢，日本自衛隊悄悄的把那個梁越號的艦長給換掉，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日本這邊的操作的情況非常明顯，而美國呢從頭到尾沒有講話，因為就在昨天，加州有一個雷根圖書館開一個雷根戰略會議，同時美國的國防部長還有美國的參謀聯席會議的主席都到了，參謀聯席會議的主席都還被記者問到，你對這次的中日緊張的看法，他完全沒有提到中日緊張，也沒有提到日本，他只說中國的軍力的發展，然後走向一個全球的布局，好像還蠻正面的。美國現在的態度，基本上我認為2句話，美霸退出西太平洋，這個美霸不是爸爸的霸是霸權的霸，美國沒有退出西太平洋，他在那邊有經濟利益，但美國霸權退出西太平洋，美軍轉為戰略守勢，你有沒有看到最近這幾年，任何在駐韓或駐日美軍跟中國大陸解放軍有任何擦撞，或者是警告，或者真的之類，除了在台灣海峽之外，對，都是日本。所以日本的角色現在變得好積極。小泉進次郎，當然我個人覺得他也是為他想做下一任首相做準備，因為他知道現在日本整個向右轉、保守化、反中的氛圍，所以這種民粹操作在晚上2點鐘開記者會，我就覺得。真的是可以到達這種地步，但我必須要講啊，中國大陸的那個海軍的發言人到第2天的12點45才一個公告出來。其實國際媒體跟所有的華文媒體都已經照日本的講法寫出來了。到了當天的下午，到現在我們才了解，其實真的不安全、不專業是誰？是不是日本你太過於頻次過高的接近，而且你4點鐘來一次，被照了一下之後。你6點鐘再來一次，好像照得不夠爽，因為那個所謂的這個火控雷達的照射，就剛才小院長講得很清楚，因為它那個就是高頻率的那個很容易過熱，所以當它一照射跟就是導彈要發射的這個根本是等於是這個一致的，那個窗口時間很短。可是即使如此呢，在4點6點的時候呢，應該是說殲15上的飛行員用人工的卸彈。就等於是停掉那個飛彈發射的這個程序，一般的話，通常照射鎖定飛彈發射，這大概是一個瞬間的。那但是呢，他用這種方式就告訴你，然後呢，你4點不行，你6點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不就沒事了嗎？為什麼呢？2點開記者會，為什麼不選擇3點好了？為什麼4點？所以這個時間點，然後呢，第2天這樣子，所以。你看到美國的反應其實讓日本更為挫折感。美國就是沒反應，而且再加上他們講的話以及那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實際上所顯現出來，美國在整個西太平洋已經開始在戰略收縮、戰略守勢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